武丹、武阳，你们两人穿上这衣服，也戴上这个面具。江干，你把那些护卫都叫回来，你们都藏在山上，不要下山。沈飞是不担心这些人中毒的，因为之前就给这些人吃了药丸，所以他一点也不担心他们中招。而且神经毒气少量吸入不会致死，沈飞只是想要迷倒了那些人，并没有赶尽杀绝的意思。沈飞和武阳、武丹三人已经换好了衣服。武丹、武阳，你们两人只要一左一右拉着我飞就好，我来操作。是夫人。唐志玲，你等我回来。我等你。武阳和武丹都是练家子，两人一左一右的拉着沈飞，动作也是非常迅速。三人穿梭在山林里，沈飞也是直接喷洒毒气。很快，沈飞路过的地方就弥漫出黄色的气体。就这样，武阳和武丹两人直接拖着沈飞在唐国公的队伍四周转悠了一圈。放我下来吧，等一会儿就能见效了。天色逐渐变亮，气体也随着风向快速的在山中蔓延。唐国公感觉胸口一阵闷痛。你们闻到了什么怪味没有啊？几个副将听到唐国公这么说，仔细的嗅了嗅。国公爷，真的有味道。是呀，这味道怎么有点臭啊？队伍中的人也都闻到了这股怪味。唐国公感觉自己的胸口闷痛感越来越强烈。不好，有埋伏，这气味有毒，大家快捂住口鼻。唐家军和鲜卑士兵都开始慌乱起来。原本停留在半山腰，他们也没当回事，知道这里是个小土匪窝，他们谁也没放在眼里。但是现在不得不重视了。很快，很多人都开始倒在地上。沈飞和武阳、武丹三人站在远处，看着这些人倒在地上。夫人，咱们要过去看看吗？不用，让他们再反应一会儿。武丹看着那些士兵的症状，身子抖了抖。他隔着面具看着沈飞的眼神都变了。我的个乖乖，我们夫人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就能要人命啊！走吧，咱们先上山，到时候派人给崔将军送信。是，夫人。这时候二柱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。大哥二哥，那女魔头没有骗人，她真是太残暴了。到底怎么了？什么女魔头？大哥，就是沈飞那女人，下山一趟把山上的官兵都留下了，那些人现在都要被毒死了。什么？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是真的，我亲眼看到了，呼啦啦倒下好几千人。宋城下意识地攥紧椅子，难道他吃的也是毒药？大哥，我觉得我们吃的那个有甜味的药一定也是毒药，咱们别心存侥幸了。二柱的话直接说到了宋城的心里，这就是个女魔头啊。行，以后都老实一点，那女魔头说什么就是什么吧。是，大哥。其他的山贼看到老大已经这么说了，也跟着乖巧的点头。沈飞还不知道，他这一招倒是让宋城等人老实不少。事情都办利索了吗？办妥了，我下的药量不高，他们没有生命危险，现在也只是胸痛或者是呕吐、昏迷之类小症状罢了。武丹，快下山，找到崔将军，把山上的事情禀报给他。是，公子。沈飞也没有闲着，好些士兵他们并没有决定权，都是跟着上面的人做事。他要进空间再调一些消炎修复的药。山脚下，崔将军和小陆将军已经会合了，他们根据残留的唐家军直接追到了万松山的脚下。崔将军久仰大名。陆将军幸会幸会。两个将军正在寒暄，但是两人手底下的兵倒是没有闲着，他们追了残余的部队已经上山了。武丹带人下山之后正巧碰到这些人，武丹打听是崔将军之后，急忙禀报了来意。崔将军听到武丹的身份，心中一动，快把人请过来。是，将军，属下这就把人请过来。士兵离开之后，小陆将军就凑了过来。小陆将军也听到了消息，他没想到会有唐之陵的消息。他来之前，皇上千叮咛万嘱咐，一定要把唐之陵完好的带回长安城。他这一路也是在打听唐之陵的消息，就怕唐国公会拿唐之陵开刀。崔将军，唐侯爷真的也在山上。崔文斌心里也很高兴，他也接到了皇上的消息。那个叫武丹的是唐侯爷的护卫，唐侯爷应该没事。好，那太好了。这时候武丹和2名护卫被请了进来。武丹拜见崔将军、陆将军。武护卫请起，唐侯爷真的在山上？是，我们侯爷和侯夫人都在山上，而且唐国公带来的军队都被夫人留在了山上，夫人让我们下山就是找将军去山上擒人的。小陆将军掏了掏耳朵，
他是不是听错了？崔文斌也是不敢相信，什么叫被夫人留在了山上？唐国公哪是那么容易被抓到的？他们交手这么多次，他都不敢保证能把唐国公的部队全部歼灭。吴护卫，你们山上一共多少人啊？算上原来的山贼，有20多人吧。什么？这是搞笑呢吧？吴护卫，你说的是唐国公已经被抓住了？将军，还请尽快带人和我们去抓人吧。武丹不敢耽搁太久，他真怕时间久了，唐国公口吐白沫死了。好，咱们这就走。我率领士兵跟你进山。对，咱们这就走，进山，快进山。于是2个将军分别带着2队人马，跟着武丹一起进了万松山。等众人到了半山腰，看到唐国公的惨状，也是惊得倒抽了一口凉气。此时唐国公倒在地上，旁边都是他吐出来的污秽之物，嘴角甚至还有没消化完的食物。崔将军和小陆将军上山的时候不能骑马，所以都是走上来的。等见到近万名士兵都倒地不起的时候，也是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他们承认有些毒药能迷晕一些人的，可是这么严重这么大范围的毒药，他们是从来没有见过的。2人互相看了一眼，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惊恐。吴护卫，这种情况是怎么办到的？这是我们夫人研制的，你们先不要轻易靠近这些人，我先去请我们夫人。好，你快去。唐国公和他手下的副将和参将等人见到崔将军，没有害怕，反而是一脸感激。他们拼了命地往这边爬过来。救我！小陆将军下意识地后退，实在是这些人太脏了，也太惨了。这和从前战场打仗不一样，那时候的场面是血腥，是缺胳膊少腿，那种场面让人见到心里对生命产生一种敬畏。可是现在的场面，身体是完好的，但表情太过恐怖。这样的人小陆将军从未遇到过。山顶上，沈飞已经把药水给调制好了，到时候只要山上的士兵喝了，不仅可以预防毒气，吸入的人还可以缓解症状。沈飞并不是要把这些人都杀了，不过这些士兵都是唐国公的人。夫人，崔将军和陆将军都已经到了。好，人到了就好，正巧咱们也可以下山了。宋城和二柱见沈飞等人离开，急忙也跟了上来。夫人，还有我们呢？你们自由了。夫人，我们不是中毒了吗？您还没给我们解药呢。那不是毒药，就是普通的补药，吃了对身体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真的？夫人，你真的没骗我？千真万确，你们以后别当山贼了，当个好人吧。你们的钱我收了，算是你们绑架我的赔偿。好吧，这也是个女土匪。谢夫人，小的以后不当山贼了。沈飞一行人到了半山腰的时候，见到崔将军等人都离那些中招的士兵远远的。唐侯爷，你安全就好。见过崔将军、陆将军。本来闭眼假寐的唐国公听到这声音，直接睁开了眼睛。他鹰隼一样的眼睛瞪向唐之灵，谁料竟然看到了沈飞。他眸子一深，这沈氏竟然没死。是了，今日的事一定是沈氏搞的鬼。这女人一直有些邪门的，她怎么早没有注意呢？沈飞本来看着崔将军的，在感觉有一道视线注意到了自己的时候，他转过头直接是看了过去，谁料直接对上了唐国公的视线。等看到他身上的污秽，沈飞直接嫌弃的退了好几步，甚至还用帕子捂住了鼻子。哈，该死的女人，她这是嫌弃她脏。唐国公恶狠狠地看着沈飞，要是早知道这个女人是个祸害，他说什么也不能让老三娶了这女人呢。侯夫人，这些人的症状如此凄惨，请问是中毒了吗？是中了点毒，小毛病，不严重。你妈，小毛病？你管这叫小毛病？真是见了鬼了。他感觉自己的肠子都在打结了。侯夫人，不知道你是用了什么手段能把这些人都留下？还不重要，小陆将军，咱们先下山，到时候我仔细讲给你们听听。沈飞想到这些人都要运下山，就提议道：崔将军、陆将军，请你们带过来的人都喝一下这些水，才能碰那些士兵。已经见了唐家军惨状的人都自发地排起了长队，开始去舀水喝。崔将军，剩下的水只要这些中毒的士兵再次投靠大禹朝的人，也可以给他们解毒。没有昏迷的唐家军，原本在地上装死狗的人，听到沈飞的话，直接像是打了鸡血一样。
投降，我投降，我也投降，我也投降，算我一个，也算我一个，算我一个。于是此起彼伏的投降声响彻在山林中。士兵们也是没遇到过这种痛苦，要是在战场上死了，那也是一刀毙命，啥也不知道了。这现在太痛苦了，他们能感受到死亡在向他们靠近，可是又死不了，身上的疼痛和折磨时刻的考验着他们。从天色微微亮起到日头偏西，这几个时辰，他们从没觉得痛苦是这么的长久。唐国公听到手底下的士兵纷纷开始投降，痛苦地闭上了眼睛，直到他听到身边的手下郭成也虚弱地喊道：我也投降。唐国公再也忍不住了，一口鲜血从口中喷出，然后昏了过去。唐国公昏过去了，剩下的士兵喊得更没负担了，就是几个副将也是忍不了一点了。他们真的不怕战场上真刀真枪的打架，那样就算死了也是有军功的，也是一条汉子。可是现在真的太痛苦了。崔将军和小陆将军听到士兵们开始投降，加上他们本来就是大禹朝的士兵，于是就给士兵们都喝了药水。沈飞的药也不是神药，这些士兵喝了只能是缓解，人还是要回去慢慢养的。于是山上的唐家军一个个的被大禹朝的士兵带着下山了。至于唐国公和他的心腹大将崔将军，则是没有给他们药喝，反而是把他们都捆了起来，重点看守。唐国公可是重犯，所以看管他的人更是严密。至于如何处置唐国公，则是要回朝禀明皇上，看他如何定夺。京城太极殿。好，好，好，真是太好了！唐国公如今已经被擒了，恭喜皇上！皇上洪福齐天，才让唐志忠那乱臣贼子伏法。皇上，这里面可是有什么缘故啊？或者是小陆将军用了什么精妙的计谋？恭喜皇上荣获2名将才，有小陆将军和崔将军在，我们大禹朝的边境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天佑我大禹朝啊！皇上想到这2个人才都是小福宝安排的，眼中闪现笑意。哎，这孩子跑出去到现在还不回来，这都多久了也不给他送消息。这太子也是出去了心就野了。不过小六媳妇还活着，这也是个好消息，小福宝应该也会开心了。说起来，这次唐国公被擒，还是多亏了小六媳妇，要不是他用毒药，唐志忠没那么容易被抓到。皇上，侯夫人聪慧，不知道这次的武器是否可以多多推广啊？能够兵不血刃地解决外患，咱们大禹朝的实力也可以保全呐。陈爱卿的提议朕知道了，只是崔将军他们也没有细说，只能等小六和小六媳妇回京才能知道了。贾尚书听到皇上一口一个小六的，知道皇上对唐之陵没有芥蒂。贾尚书再次庆幸皇上是个仁慈的皇上，不是个残暴的主，要不然他们贾家这次就算不被牵连，那也是要伤筋动骨的，他的职业生涯可能也就要到头了。可是现在皇上很明显没有牵连的意思，他们贾家还是好好的。贾尚书觉得这么仁慈的皇上，他们这些臣子可要好好的珍惜。贾尚书莫名的想起了小福宝，那孩子小人不大，心眼可不少，而且还时不时太上皇上身的。太上皇是什么角色，他可太清楚了。太子在那孩子身边久了，可不是个好兆头啊。皇上，太子也走了好些日子，是否要快些请殿下回京啊？皇上倒是没有想念太子，他是想念小福宝了。贾爱卿说得对，太子确实不适合久离长安。北地战事已平，太子也应该回京城了。当初太子和小福宝偷跑，皇上为了给太子个好名声，对外便宣称是太子亲自督战。太子这次出去也算是赚了一波好名声，皇上对太子很满意，也没有想换太子的意思。他从太子这个嫡长子出生的时候，就给他定了将来的名分，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，太子叫楚宏轩，其他的皇子中间的字是浩，只有太子的是宏字。
皇上不想太子再经历一遍自己当太子时候的苦楚，他要明明白白地告诉其他皇子，他们是没希望的。